释迦牟尼呢，在涅槃离世的时候对于将来的世界给出了5大末世预言。他说，人类会经历3个时期，分别是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我们现在呢，就已经进入了末法时期了吗？都有哪些末世征兆呢？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在2020年呢，意大利南方的小镇卡尔米亚诺呢，在网络上一夜爆红，因为小镇广场上的圣母像呢，居然流泪了，而且流出的还是褐色的。这座雕像建于1943年，那个时候呢，有一颗广场上的炸弹落在了这里，居然意外没有爆炸。居民们都说这是圣母玛利亚保护了他们，于是他们就建立起了一座美丽的雕像。77年以来呢，在圣母的庇护下，小镇呢一直都平安无事。那么现在圣母到底是在为谁哭泣呢？其实这并不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圣像流泪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圣母像一般都是用石膏制成的，没有生命，更别提流泪了。但是在意大利伊拉丘茨的一户普通人家呢，居然也出现了一个可以流泪的圣母像。这个圣母像呢，是这户人家的女人安托万内特呢结婚的时候别人送给她的，并不是什么名贵的礼物，甚至价格呢也只有3美元而已。如此便宜的圣母像，做工也并不精致，看上去十分粗糙。但是安托万内特呢，还是把它珍藏了起来，因为毕竟是朋友的心意嘛。过了大约1年的时间呢，安托万内特怀孕了，因为体质原因，她得了孕期综合症，经常会感到头痛欲裂，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了。有一个周末呢，她就又开始头痛，只好躺在床上，神情痛苦的她就看着放在桌上的圣母像，似乎呢这样就能够缓解一下疼痛。看着看着，她突然就发现这个没有生命的圣母像的脸上居然有2滴水渍，是从这个圣母像的双眼中流出来的。一开始这个安托万内特还以为自己呢是因为头痛而产生了幻觉，于是他使劲揉了揉眼睛稳定一下心神再看一看，结果呢就发现这居然是真的圣母像流泪了。安托万内特呢又惊又怕，情不自禁的就大声尖叫了起来，赶快就叫来了自己的丈夫和母亲。听了安托万内特的话之后呢，丈夫和母亲也纷纷看向了圣母像，就发现她的眼泪还在继续的不停的流淌。这个时候更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安托万内特的头痛的症状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过了不久呢，竟然完全不痛了。于是这个安托万内特就非常的惊讶，难道这是圣母显灵而减轻了他的痛苦吗？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传了出去了。从那以后呢，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他们家一睹这尊流泪的圣母像的风采。但是呢，没有人知道圣母像流泪的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怀疑就说这是圣母像背靠的墙壁湿气太重，而导致了圣母像的脸上有水渍。同样的情况呢，也出现在俄国的一个偏僻的村庄呢，叫乌鲁索沃村。他们村庄中的这个米迦勒教堂中人们看到了一张圣母像的画像，也是流出了神奇的眼泪。这是一张18世纪的肖像画，眼泪顺着美丽的脸庞而滑落，一双大大的无辜的大眼睛呢，满眼都是担忧和哀伤。然后隔了2天呢，就会流下一次眼泪，而且还会持续很久。可这眼泪到底是从哪来的呢？众人将他的眼泪都收集了起来，于是他们交给了科学家。经过这些眼泪的分析呢，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说这个眼泪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名为没药的东西。没药呢，在基督教当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当初耶稣出生的时候3位教授就送了一份大礼，一种呢就是没药，另外的2种就是金子和乳香。这表示耶稣在世受苦的珍贵。在某些基督教的庆典当中没药经常还被当作一种罕见的香料来使用，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利用的材料。这就让他们更加就坚定了自己的猜测他们相信这可能就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预兆，预示着一个巨大的改变，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件事太大了，以至于仁慈的上帝都哭了。也有可能这是一场自然灾害，一场战争，或者是一场令人吃惊的天象。巨大的考验呢，也许即将到来。而且这个神的眼泪呢，又呈褐色，似乎是心在滴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承受了巨大的痛苦。那我们再来看看2020年圣母流下眼泪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难道是疫情和战争吗？而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事情在全国各地呢都开始频繁的出现了。世界各地记载这类圣母耶稣流泪的现象数不胜数。对于这些神迹呢，宗教的人士就认为这是慈悲的神在为人类犯的罪承受巨大的痛苦。他们就认为人类母亲哭的时候是为自己的儿子而哭，而圣母在天上哭的时候一定就是要传达非常重要的信息了。这个罕见的奇观预示着将来会发生大事，例如地震、洪灾或者是传染病。
我们为此感到难过。很多人士就认为人类因为堕落而犯下了很多的罪恶嘛，如果不自己赎回这些罪恶，就将受到惩罚。现在很多人都是自私、善恶不分的，没有担当，没有正义感。而圣象流泪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通过非常的方式让在迷中沉睡的世人警醒。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对此却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呢，乐山大佛呢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它是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的城东三江汇合处的一尊佛像，高71米啊。大佛建成的时候，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了，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大佛。可以看出来，佛像的眼睛是微微张开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传说大佛曾经多次闭眼流泪。而第一次闭眼呢，是发生在1962年，那年是因为发生了大饥荒，所以坐在江边的大佛每天看着数不清的流民顺流而下，看着看着呢，大佛就闭上了眼睛。当地人就说，大佛这是不忍心再看下去了。不过呢，大佛闭眼一直被认为是不祥之兆，而且当大佛重新张开眼之后呢，灾情并不见好，于是大佛很快又闭上了眼睛。这一次呢，大佛还开始默默流泪了。那是在1963年，当时大家以为大佛脏掉了，于是呢就对大佛进行了大清洗，但是似乎依旧无法抹去大佛眼角的哀伤和明显的泪痕。在1976年呢，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死伤无数。地震之后呢，四川民众就发现乐山大佛再次闭上了眼，还流下了眼泪。而大佛最近一次的流泪是什么时候呢？那是在1994年，一艘游船从大佛前面游过的时候，船上的很多游客都看到了大佛哭了。不知道大佛这一次是为谁而哭呢？但是科学家却给出了一个解释，认为这一次闭眼的现象是所谓的环境污染引起的大量的酸雨冲刷佛像而导致的，就导致了佛像头像的上层头发的那个黑色素过高，流到了眼睛的部位，看上去就像是乐山大佛闭眼流泪。而熟悉历史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古人就都认为人间的异象是上天的警示嘛。在历史古籍《洛阳伽蓝记》当中就真实记载着一个佛像3次落泪的故事。在南北朝时期呢，北魏的京城洛阳的武穆王就建立了一座寺庙，寺门外呢就有一尊高2丈8尺的大佛像。在公元527年，佛像就出现了两眼流泪的异象，一直流了3天才停。第2年的4月呢，尔朱荣率军就攻入了洛阳，而杀死了王公百官2000多人，死亡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那么在公元529年的3月呢，这尊佛像又开始流泪了。到5月的时候呢，北海王王浩呢就带兵又攻入了洛阳。2个月后呢，北海王大败，他率领的5000江淮弟子都成了俘虏，无一人得返。在公元530年的时候，佛像第3次落泪。到了12月呢，尔朱兆呢又杀入了洛阳，将孝庄帝抓到了山西晋阳呢弑杀了。不难看出这尊大佛3次落泪都是为了警醒世人，没有多久就会有灾祸降临。因为大佛慈悲，不愿意看到人们受灾受难，才会显现出这般奇景异象嘛。所以当这个世上又频繁地出现了神像流泪的这样的事件的时候，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时候，大家不免会有一些担忧。难道之前很多预言讲到的新旧时代的更替真的来了吗？释迦牟尼曾经就说佛法在世间流传会经历3个时期，分别是正法时期、相法时期和末法时期。到了末法时期呢，人们就开始慢慢的偏离佛法，直到最后呢，所传之法就再也起不到救度世人的作用了，于是就会一个一个的灭去。而现在呢，就来到了末法时期。究竟什么时候会真正的走入末法时期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1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算起，有的人说500年前才开始算起。无论怎么算呢，其实21世纪的今天都一定是属于末法时期的范围之内的，而且可能是最后的末法末劫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当年释迦牟尼涅槃离世的时候对于将来的世界的5大末世预言，然后我们再对照一下当今的这个社会大家应该就可以自己做出判断了。第一点呢，他就说在末法末劫之时呢，他所传的佛法将会幻灭。他把这个时候的人类社会呢称为忤逆浊世，魔道兴盛。届时呢，庙里的和尚不但穿得光鲜，而且饮酒肉，杀生贪味，无有慈心，相互赠济。意思呢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有些庙里的和尚呢，不但穿得很好呢，他们还喝酒吃肉，杀生什么都不忌讳，而且他们还无心念善，相互记恨。而且那些虔诚修佛的会被嫉妒排挤，赶出寺庙。大家有没有觉得这说的就是当今某个寺庙的真实写照呢？
而第二点呢，关于社会上的一些事也有预言。他就说，届时人类社会会出现许多反常的迹象。首先就是气候反常，天灾人祸频频，水旱不调，五谷不熟，疫气流行，死亡者众。听起来就很像是在说这几年。到了现在呢，仍然还没有消停的疫情。其次呢，就是说社会道德普遍的堕落，人民勤苦县官妓客不顺道理皆私乐乱，恶人转多如海中沙，善者甚少呢，若一若二。那意思呢，就是说贪官横行，恶人当道，大家乱中取乐，不再以善为美了。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社会，大家觉得有没有发生呢？第三点呢，是关于时间的。他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时间变快。他说日月转短，人命转促，四时头白，意思就是节呢将要达到尽头，所以日月的时间也就变短了，人的寿命呢也就转而短促。40岁呢，头发就变白，成了老年人。男子呢，因为放纵呢，精力费尽而亡，或者是有的男子寿命会到60岁，女子呢却有80、90岁到100岁的寿命。最近这几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体会就是时间变快了。关于这个话题，其实网上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地球的自转变快了。我们可以仔细的想一想，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一天好像什么都没有做，转眼呢天就黑了，再一转眼呢头上都出现白头发了，给人的感觉就是每天过得都是匆匆忙忙的。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呢，就是时间过得好快这一转眼1年就过去了，再一转眼呢，连我们自己都老了。第4点呢，是众生杂类，不问豪贱，莫若浮漂，鱼鳖食淡。意思呢，就是到末节后期呢，有大水忽然会发起，经常一下子就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时期。世间的人们不能正信，依旧呢做往常的事，很多的众生混杂在一起，不管是豪门还是贱姓呢，都沉默漂浮在水中，被鱼鳖等吃咬。当时呢，有神想来救助的时候，但是众魔却从当中阻挠驱逐，使之不能赶到来解救众人。后来呢，能够救出少数的人进入大山有福的地方，泰然淡泊呢，遵守本分，以达到欢喜快乐，寿命延长。而第5点呢，他就说末法时期呢，他的法就渡不了人了嘛。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佛法还在，但是他说的没错，真正能够理解佛法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么末法末节之后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难道会天崩地裂，人类消亡吗？他说不是的。当你们走过这个末法末节时期呢，人类会进入一个美好的时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正处于时代更替的过渡时期，与之前宇哥讲过的很多预言非常相似，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现在是新时代的更替过渡时期。这样之后呢，再过数千年，他说天下太平，毒气消除，风调雨顺，五谷滋润茂盛，树木呢会变得很大很长，人呢都有8丈高，人的寿命会有84000岁，众生得到解救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多到没有办法计算。那个时候呢，世界大同。最后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古人的预言就是一种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和想象的理解而已。因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嘛，而一件事情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就有可能会反转，也就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嘛。所以当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善良与灵性的本质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